存在。村子里就有一个奇怪的瞎子，说话带着很奇怪的外地口音，不管遇到谁都点头弯腰叫爷爷奶奶，哪怕遇到我们小孩子，他也会自矮一倍叫我们叔叔。他每次听到我的声音都会说：“三叔好，三叔今天作业多不多呀？”40、50岁的男人叫小孩子叔叔，场面滑稽又怪异。大人们无聊的时候也喜欢调侃他：“张瞎子，你娶过老婆没？”他笑着说：“没有，爹娘走得早，家里也没钱。”那男人又说：“听说隔壁村来了个女瞎子，到时候你把她娶了呗。”周围的人一片哄笑。瞎子滑稽的弯弯腰：“那谢谢赵爷爷了，到时候请你吃红鸡蛋。”大家笑得更欢乐了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自尊这种东西想必是不配拥有的，为的就是讨一口饭吃。有一次他去池塘边洗澡，结果一个女人大叫起来，大家都围了过去。那女人惊魂未定地说：“那淘米老偷看我洗澡。”她的老公一下子就怒了，一巴掌打在瞎子头上，瞎子抱着头蹲在地上，但是脸上还是谄媚地笑着：“我眼睛瞎了几十年了，想偷看也看不了啊。”那女人的老公恶狠狠地把她揪起来，瞎子像小鸡吃米一样的点头：“真的瞎了，真的瞎了。”村里人劝了劝他们，他俩便气愤地扭头走了。等到周围都安静的时候，他突然抱着头在池塘边哭起来。那一刻我才知道，其实他也是有自尊的。受了冤枉后，他也有委屈和愤怒，但他没有能力反抗，连痛哭一场都得找个没人的地方。村里办酒席的时候，他也会跟过去。那一天主人是大方的，会给他弄一碗大鱼大肉的饭菜，叮嘱他不要骚扰客人。这天看到他正对着一碗饭磕头，这奇怪的举动吸引了我。我问张瞎子：“你怎么不吃饭呢？”他听出了我的声音，扭过头笑着说：“三叔好，三叔今天作业多不多？”我说：“早做完了。”“你不吃饭磕什么头啊？”他解释道：“那天是他爸的忌日，每年的这个时候他都不吃饭，把讨来的饭都用来祭拜父亲。”我问：“那你自己不吃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饿，少吃一顿也没什么。”此刻我不禁想到，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？明明无时无刻都在受辱，却还是要拼命地活下去；明明连自尊都没有，却还坚守着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。有一年冬天特别冷，他穿得很单薄，冻得瑟瑟发抖。讨饭的时候声音沙哑，估计是冻感冒了。那几天村里面又来了一个傻子，流着咸水，目光呆滞。人们把那赶到了一个破洞里，很不巧，那也是瞎子落脚的地方。傻子已经好久没吃饭，看到瞎子讨到了饭，就扑过去抢。大家都等着看笑话，谁知瞎子竟然把碗递给了他。好事者怂恿他，张瞎子揍他呀，他是个傻子，不会还手的。瞎子只是微笑，一动不动。傻子吃完后觉得冷，瞎子又把仅有的棉被给了他，而他自己则坐在冰冷的地上不停地咳嗽，嘴里唱着一些怪异的歌谣：“人生如蒲草，随风去飘摇，命运似弯刀，剪裁君自笑。”那一晚下起了大雪，人们都很高兴，因为瑞雪兆丰年，明年应该有个好收成。但没有人担忧过那些无处为家的人该怎么办。那一晚之后，瞎子再也没有出现过，大家都确定他一定是死了，死在了某个没人看见的地方。但没人伤悲，因为我们都多了一口饭，而他的存在本就可有可无。